彭将军啊，我们在这吃了一夜肉，你在这挨了一夜打，我们心里啊不是滋味。谋反本来就是死罪，我犯下就不怕死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邵主公，彭将军的热油。彭将军若再不愿意说，那这辈子就再也不用开口了。令不疑，你干嘛？你这个疯子！住手！凌不疑，你疯了！彭坤乃是朝廷钦犯，怎能私下结囚审讯？圣上将寿春托付于他，寄予厚望，而他却因为一己私利起兵谋反，这是不忠。老乾安王视他于手足，信任他，栽培他，他却恩将仇报，谋害了乾安王，这是不义。不忠不义之人，你还要出手维护？我看你才是疯了吧！国有国法，彭坤即便要杀，也只有圣上下令才能动手。人，我必须带回廷尉府。凌将军，你军营审讯一夜，已是违规，还望你不要知法犯法，令在下为难，令圣上难堪呢。若我今日定要继续审他呢？那凌将军就从在下尸首上跨过去再说。哼，我才知晓袁善剑竟是如此循规蹈矩之人。彭坤死活，我不想管，但你再如此胡闹，一定会惹上麻烦。你与程少商即将成亲，我劝你谨慎行事，别在朝堂上给人留画饼。你若是只能带给他麻烦，我不介意取而代之。陛下，那彭坤家眷已哭诉至长求宫了。可怜那彭坤家眷，腹中孩子难保，这一切都怪那凌不疑。你们御史台连人家孩子保不住之事都要怪在凌将军身上，当真是闲得慌。若非凌不疑做下滥用酷刑、屈打成招之事，陛下何至于落人口实啊？行刑莫非还要手段温柔不成？左大人莫非觉得查案、打仗都好似你们御史一般，动动嘴皮子便可以劝逆贼招供？三弟，左大人并非此意。左大人，子胜也是着急将逆贼定罪，你们之间怕是有误会。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事情总有定论。皇兄用总何必各打50大板？说够了没有啊？你们，陈少商啊，你现在是越来越出息了。陛下，臣女冤枉。臣女再糊涂，也不会对一个孕妇动手。只是她口口声声帮逆贼彭坤说话，还出言诋毁我们子孙，臣女没忍住。臣女没忍住，才用帕子塞了他的嘴。你那是帕子吗？你的分明是足带。左大人何时闻过我的足带？你放肆！此处崇德殿，即便凌不疑是你未来郎婿，可你也不能如此出言，羞辱朝廷重臣。他不是不能，而是不必。因为他未来郎婿大可自己出言侮辱所谓朝廷重臣。
左大人怕是没被打够，竟还敢为难我行父。凌不疑，你欺人太甚！你一直帮逆贼彭坤说话，这才是欺人太甚。我怎么替彭坤说话了？谋朝篡位，作乱犯上，依法处置就是。可是凌将军将人从廷尉府带到北军狱，私下审问，用尽酷刑，才是于法不合。是因他不仅牵连谋逆重罪，还与当年孤城城破有关。你知道些什么？彭坤之所以铤而走险，是因小月侯被擒。彭坤自知当年害死前安王，连累孤城城破之事瞒不住了。但当初他不过是一名副将，如何敢谋害主帅？此事主谋定另有其人。王林告诉臣女，彭坤这些年一直与都城之人有所来往，而这暗中与彭坤来往之人，甚有可能就是当年一同参与孤城案的真凶。彭坤受其威胁，被逼无奈，只能冒险起事。林将军将彭坤带于北军狱审问，是为了更快查出案中之人。敢问左大人，何错之有？既然如此，彭坤更应该交于廷尉府审理。子胜与孤城牵扯甚多，再不宜参与此案。正是因为此案与臣相关，所以更应该交给臣来审理，以此慰藉孤城亡魂的在天之灵。既然此案与孤城有关，子申便与廷尉府一同去查办。老三，盯着点儿，不许刑讯逼供。是。陛下，王林说彭坤迟迟不肯认罪，是怕连累妻儿。倘若陛下肯赦免王林腹中孩儿，他愿意去廷尉府劝说彭坤。稚子无辜啊，朕也并非是暴君。若是彭坤肯招，朕就赐他妻儿抚养。多谢陛下。殿下，请留步。陈耀侯找吾有何事？臣有一事相求，可否进一步说话？少商，少商，王林对你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你为了让小月后露出马脚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与梁霞勾结，杀死梁上，再栽赃嫁祸给太子殿下，是与不是？”文修君被小月侯设计，在寿春私自出毙。你其实早就知道，但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告诉皇后，更别说是阻止。你宁愿身上对皇后储君失望，也不曾想过要帮忙遮掩。是与不是？你拯救文修君，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我报私仇。与其说你是为了我打上御史台，不如说你是故意将五公主之事闹大，想要小月侯率先攻击东国。是与不是？人人都说你凌不疑为了我不顾一切，可谁能料到，我不过是你的挡箭牌。红颜祸水这名头，我担不起。你说完了吗？
那该我说了。太子万事不做，朝臣们都嫌弃他愚钝无能。如果他做了错事，那挑刺之人就更多了。可偏偏太子耳根子软，最是器重王传与娄太傅。他们两个，一个是蛮横无能的酒色之徒，一个是固步自封的伪君子。再这么下去，太子不错也会错，而且会越错越多。不去除杂草拜藤，如何栽种珍贵名品？如此说来，这些确实是你所为。少少，我不希望你误会我。我不曾误会你，我只想知道真相。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？你为何能在皇后、太子面前装得若无其事，背地里却算计了所有人？我算计的每一个人都是罪有应得，或是德不匹位，但我为你所做之事，皆是出自真心。可我想要明白你。我想知道，我将来同床共枕、生儿育女之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？我们就快要成亲了，可我觉得我对你一无所知。子慎，我再问你一次。你是否还有什么大事未曾告诉我？只要你说，我就信。其实我……林将军，林将军，太子殿下有请。去吧，看你如何面对太子殿下这份兄弟之情。子胜，殿下，子胜，难得陈阳侯进宫，你们父子二人好不容易见一面，不如今日一起共用午膳吧。殿下，圣上命臣协助廷尉府审理彭坤一案，如今案件尚未查清，如若没有其他要事，恕臣告辞。子胜，莫急。子胜，你从寿春回来，还未曾和阿父见上一面。如今你马上就要跟心腹成亲了，阿父有几句提及的话想跟你说一说，难道不行吗？子胜，陈阳侯只是想与你共用午膳而已，毕竟是一家人，何必做得如此决绝？子胜，那彭坤就对你如此重要吗？令你废寝忘食，一刻都不舍得耽误。为何我查彭坤一案，程阳侯如此紧张？不惜如此，也要拖延我去审案。阿父只是心疼你，不愿看到你为了查案
损伤自己的身体而已。如若皆是这般废话，那就不用再讲了。我没空听，也没空陪你扮演父慈子孝。这般惺惺作态，还是留给淳于氏吧。哎，子胜，吾实在是没有帮上陈阳侯的忙。习惯了，无碍，无碍。彭夫人得圣上旨意，特准备酒菜去探望彭坤。本想劝夫君招供，但不曾想，刚到狱中便发现彭坤已病发而亡。令史可查验过了，死因呢？令史验过了，是喘症发作。之前听王林说过，彭坤患有喘症，闻不得花草香，这应是旧疾。彭坤是重罪，单独关押，发病时不曾有人发现，也就错过了救治时机。这分明是报应。彭坤害死了老钱安王，渐渐害得孤城城破，你舅父一家满门被屠。他这般下场，也是死有余辜。子胜，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孤城之事，彭坤死了，你终究可以安心了。日后和少商成婚，好好过日子，不用担心那些不相干的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杀的？子胜，你冷静一些，这都是意外。快，少主公，少主公，走开！少主公，雨太大，说了滚！
我来陪你。子慎，这天下若是有你都办不到的事情，那定是无比艰难，其他人也是办不到的。人人都说我令子慎无所不能，但其实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什么也做不到。少商，我闭上眼，他们都盯着我，浑身是血，他们一直在质问我，为什么还不报仇？为什么还不报仇？我本不该活着，我等了10几年，我忍了10几年，可最终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一定还会有办法。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了。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，我做尽了所有的事，没有办法。到底是什么事情？你告诉我，我可以与你一起分担的。我本就是你未来心腹，我们就应该无话不说。眼下此决已是死决，少商，我没有退路了。你真的会一直陪着我吗？无论是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帮你。无论是任何事情，我都会与你站在一起。
陈少商，其实我的脚。少主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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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事不好了，少主公，夫人她快要不行了。阿元，我在。杏花斋来了吗？我这就去。你最爱杏花，你要多少，我都摘给你。哎呀，我当初要是嫁给你就好了。我是笨蛋，是蠢货，我早就应该嫁给你呀。我若是嫁给了你，我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？阿元，我对不起你啊。过来。不要忘了我们的仇。我答应你，绝不会忘。死仇必报。好。阿离呀，阿离呀，春华。
双喜。你昨夜一夜未睡，一贯熬了一些安神汤，你先歇歇，才有精力处理霍夫人后事。我早就料到会有今天了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依春，生老病死总是难免，人总有分别之时。纵然生离死别是难免，可只要心中仍有惦念，不论是在九泉之下，又或是千里之外，都不能真正将你们分开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子珊，你昨日要对我说什么？子珊，无论你要做什么，只要你说，我无不答应。我知顾尘埃一事在你心里的心结，也知这些年你对霍氏全族付出的一切。若我能早些年认识你，便可以与你一起分担。不知你这一路艰难独行，如今彭坤已死，顾尘埃一事已告一段落，你复仇之心且可以放下了。在你我成婚之前，我希望你能信任我。双双，如果有一日我做出了惊天动地之举，你还会对我永不变心吗？你阿母的灵柩在此，我愿当着她的面发誓。仙灵在上，神明为证。我陈少商在此立誓，我与灵不移，此生钟情，绝不背离。他若不离，我绝不弃。愿立此誓，此生不得反悔。子珊，我敢捏逼为盟，你敢吗？
你我已捏鼻为盟，此伤连心。我平心再问你一次，你可有话要对我说？若有人伤你亲人，你明知对方有罪，你却无法将对方一律裁决，你会怎么做？若是有人伤我亲人，我定不会原谅。他让我有多疼，我让他千百倍的还回来。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帮你。无论是任何事情，我都会与你站在一起。没有。灵贼！你怎么还有脸来见他？滚！我不欢迎你们。崔侯，外面已经传闻许多你与姐姐的流言蜚语，你这般阻拦我们，就不怕姐姐身后被人非议吗？你这个不要脸的毒妇！你少往君华身上泼脏水！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们一样是奸夫淫妇吗？我，哎，侯爷，不知城阳侯来我阿母的灵堂做什么？我来送夫人一程。他为何出手伤人？伤人？我打的就是你！子胜啊，7日后是你阿父的50整寿，侯爷打算在府中设宴，天南海北的林氏族人都已经赶到了。你阿父今日来，本是想邀请你阿母参加寿宴，谁成想，姐姐竟突然仙逝，与我们天人永隔了。寿宴就罢了吧。君华刚走，这个时候摆寿宴不合适。可林氏族人都已到达都城，如何能改啊？既然都已经定下了，那就照办吧。侯爷寿辰之时，我会将阿母的寿礼一并带到。子胜来，那太好了，我多备一些你爱吃的酒菜。啊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但是人死如灯灭，你要保证好自己的身子。侯爷，前来祝寿的林氏族人都已安顿好了。子胜这些年来不惜违背圣上的意愿，宁愿背负不孝之子骂名，也不肯回家。侯爷，你说这回他怎么突然改变心意了呢？哼，还不是因为霍俊华那个蠢妇在世的时候阻碍我们父子相见，不得共享天伦。这个疯女人心真够狠，死了便是。如果她不死，子胜也不会认我这个阿父。这一天，我等了15年了。日后，再也不允许任何人离间我们父子。妾有些心慌。昨日子胜看侯爷的眼神可怕得很，我担心
君华姐姐已经跟他讲了，你多年前在孤城对霍家……我做什么了？嗯，我什么也没做。我告诉你，凌不疑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他现在想回家，就让他回家。难不成我还要防备自己的儿子？你缺少贤德，生不出儿子来，休想让我和你一起无子送终。你给我记住了，管好你这张嘴，日后再敢胡言乱语，我亲手送你下去，和霍君华团聚。后爷，知错了，知错了。灵姨啊，灵姨，我好歹跟你做了10几年的夫妻，我全心全意照顾你的饮食起居，你竟然对我半点情意都不念。当年你原配妻子未能寻到，你就非要跟我成亲，我为此挨了多少的骂名。别人可以耻笑我、唾慢我，可唯独你，你不应该欺负我。当初我被霍君华追打，掉了孩子，弄得我至今无儿养老送终，这不是你造成的吗？你怎么可以亲手戳我这套伤疤呀？你真是猪狗不如！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心里就只有你那个儿子。好，我成全你们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就父子2人团聚吧。我也要为自己另寻个出路了。没想到霍夫人走得这般的快，圣上只能下旨，让你们在热孝期内完婚。一旦出了热孝，需要等上3年才能成亲，只怕那时候圣上的双眼都要望穿了。只是在热孝之内成亲，婚仪也不好太过铺排，委屈你了。皇后还想如何铺排？准备了这些多嫁妆，我屋子小，也不知是否能安置得下呢。你不是画了新宅的图纸吗？此圣正按那个图纸建新宅呢。放心，再多的嫁妆也放得下。别看了，今日他不会来。婚前夫妻不能见面，私下见面是不吉利的。你回家忍上几日，成亲之后朝夕相处，想如何见，
便如何见？子胜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送送你。皇后说了，这段时日我们先不要见面，等成婚那日，我等你来接我。你可有话要对我说？子胜怎么这般的没出息？成亲以后，你每日都可看他。小商，快走吧。云不移，你还是不肯与我说。三娘子，这发冠可真好看。女公子，这身便是皇后挑选宫中最好的绣工，花了整整1个月为你绣的嫁衣，可真是太好看了。其实，大伯母也为你准备了一身婚服，可惜是用不上了。待到堂子出嫁之时，便能用上了。娘娘，那可是大伯母特意为你准备的。堂子，我明白的，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患得患失的小女娘了。
我进宫这些时日，家中得亏是由你来照料，我都不知该如何谢你。家中之事都是大伯母和青姨在照料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汤子又能干，又不鞠躬，怪不得阿母如此喜欢你。如此一来也是最好，家中有汤子照料，阿母即便是失去一个女儿，也不会觉得太失落。娘娘，你不过是出嫁，又不是一辈子都不回来了，岂能说大伯母会失去你呢？你娘出嫁，便就是把半生悬挂于郎婿身上。若他遇险，我便也不回来了。将军，你要哭便哭，你这一喘一喘的，反倒让人憋气心慌。元一，我可是真舍不得呀！差不多得了，指使将军驾怒，不知情者还以为是讨债上门呢。娘娘，在你我身边不够1年，本想着多多补偿她，谁料想就这么快的嫁人了。我这个老父亲，一想到娘娘就要交给林不疑那个庶子，悲从中来。好了，将军，后日才成亲呢。将军要不把这眼泪流一流，等到婚宴上哭给林不疑看，可如何？那我可不敢。再说，让兵哥看见多难为情啊！今日我要哭就哭个畅快，成婚那日就能憋得住了。夫人，你若有话对娘娘叮嘱，就今日毒舌完吧，否则那日你我抱头痛哭，岂不丢脸？也不知怎的，妾这心中突突直跳。刚才娘娘在屋里说的话，句句都像辞别。女儿出嫁不就是辞别娘家吗？我知你不舍，日后若是想念，多叫她回来看看你我。元一啊，谢谢你为我生了3个儿郎，还有娘娘这般孝顺伶俐的女儿。你在为父心中是最好的心腹，最好的阿母。林将军到！
城阳侯50大寿，我与霍夫人共备大礼，还请城阳侯笑纳。子胜，你这又是何意啊？此乃廷尉府大牢后院的花奖，城阳侯肯定还记得吧？毕竟前几日城阳侯才亲自给他送了3万钱，命其向彭坤的牢狱吹洒花瓣，令彭坤身亡。今日我将钱财与头颅一并奉还。不知这份贺礼，城阳侯可还满意？若不满意，我再带孤城3000亡魂助城阳侯活不过今日，卒年50，如何？袅袅不适了吗？婚礼当日要待许久，还是适应些好。没有适应的必要了。今日城阳侯设宴，子胜会前往恭贺。莲芳，备份贺礼，让傅登送去城阳侯府。立刻，快！是。儿啊，你15年没回家了，今日回来，便要杀了为父吗？这些年我好生奇怪，总觉得抚养了别人的儿子，你不与为父同心同德不说，甚至还尊霍氏为先。是，我辜负了你阿母，林氏也比不上霍氏的功勋卓绝。但是你要看清楚，祖上的牌位啊，你到底是姓林，还是姓霍呀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真的想知道。哪怕为父今天死在你的刀下，也让为父死个明白呀！倘若我今日就是不想让你死得明白呢？放肆！谁让你们用剑指着我的儿子？儿啊，你是我的儿子。你和你阿母回来以后，不愿亲近为父，为父叫你回家，你也不肯。这都城上下都责怪你不孝啊。但是为父不这么认为，我认为你一直在跟我耍性子。你从小性格倔强，少言寡语，哎，也不知道随了谁。但是父子之间哪有那么多隔夜仇啊？儿啊，我想你不会真的想杀了阿父吧？啊？
儿啊，为父活了大半辈子，难道不懂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吗？你若像阿父一样经历过那些重重鏖战，你就不会这么轻敌了。此刻，你不想与为父说明白吗？九泉之下，或是族人自会跟你说明白。女公子，咱们的寿礼还未到朝阳侯府，就被府兵拦住了。他们说府中设宴，无请帖者不可入内。可是这朝阳侯府也怪，设宴竟然连丝竹之声都听不到，我就只好先回来了。果然如此。
袅袅啊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何处啊？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。外面正宵禁，今夜军营换防，你可知是为什么？李不疑出事了，我必须要前往。袅袅，你不许出去。他若行为不妥，你差人告知宫中就是了，何必自己非要冒这个险呢？此事事关于他，我不能束手不管。袅袅，天大的事，自有帝后做主。袅袅知道自己人微言轻，不足以改变一切。但人来世上一遭，总要拼命做些事情。站住！奉太子虎符令，前方城阳侯府戒严，尔等不得擅闯。袅袅，你只管往城阳侯府冲，阿父阿母替你开路。尔等听着，有本事就冲我来，爷爷与你们拼了！还不快走！离我父子一场，你杀我，便是弑父。圣上知道此事吗？你想过没有？天下人会怎么看此事？你就不怕被天下人唾弃吗？谁跟你父子一场？我的兄长阿离吗？那你怕是认错人了。
你的阿离早就被你给杀了，是你亲手打开城门，放敌军入城，将他挑在孤城城墙之上，你忘了吗？姑父大人。撒谎！我不信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？你又是谁？我不仅知道这些，我还知道是你亲手杀了我父。自从我和姑母回到都城那日开始，我就下定决心，终有一日我要取你性命。而那一天，就是今日。林无义，即便你不是阿离，名义上你也是我儿子。你若敢擅自主张杀了我，也会递上你一条命，谁也保不住你。雍王，小月侯，彭坤，我一步步行至今日，只要能替伙食报仇，我死而无憾。还有，记住，我不姓林，我姓霍。我叫霍我不我上。